当年六祖慧能回到宝林寺的时候，韶州关长韦渠和一帮同僚上山请六祖出来，然后带他去了城中的大梵寺讲堂，要他给大家讲解佛法。六祖坐在讲台上，韦渠和他的同僚约30多人，还有儒家学士也约30多人，还有1000多位僧尼道俗的人，大家一起站起来向他致敬，希望能听到他讲解佛法的要点。慧能对大家说：“各位善知识啊，菩提自性本来干净，善用这个心，当下就可以成佛。各位善知识啊，现在请先听我讲述过去修行的因缘和体验佛法的过程。我的父亲姓卢，原籍范阳，后来搬到了岭南，成为了新州的移民。很不幸的是，他早逝，留下了我和母亲，我们转来转去，最后来到了南海，生活非常艰难，贫困潦倒。我没有机会去学校读书，只能靠自己的劳动，每天上山砍柴，然后拿到市场去卖，勉强维持我们的生计。当年有一个买柴的顾客让我送柴到他家，他收了柴，我也收了铜钱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发现他在读经书。我听了经书中的话，心里顿时有些觉悟，就像在异乡遇到故人一样亲切，于是停下来问他在读什么经书。他说是《金刚经》。我又问他哪里弄到这本经书，他说是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请来的，那寺院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教导众生的地方，有1000多人跟着他学习。我去那里学习后，才听到了这本经书和请回来诵读的。弘忍大师经常劝告出家人和在家人，只要专心学习《金刚经》，就能彻底领悟自己，可能立即证悟佛法。我听完他说的后，感觉遇到了知音，幸运地得到了这位顾客的慷慨资助，给了我10两银子和母亲的生活费，还指引我去黄梅的路，去拜访五祖大师学习。我回家安顿好母亲，告诉她我去黄梅大师那学习的事，她同意了，认为我有机会接受佛法教育是一件难得的事。于是我立即启程，经过1个多月，终于到了黄梅县。我是第一次来寺院，不懂得行礼的规矩，到了后诚心向五祖鞠躬行礼，站在一旁。五祖问我说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想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岭南新州的平民，特地远道而来向您学习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实现佛法的境界，别无他求。”五祖说：“你是岭南人，又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，怎么能够领悟佛法的奥义呢？”我说：“虽然人们有南北之分，但佛法不分南北吧。文化程度不高的我和您有所不同，在佛法的理解上也有所不同吗？”五祖看到其他学生还在旁边，便终止了对话，让我先去做些工作积福。我问大师说：“大师，请问一下，我自己感觉到内心似乎常有智慧涌现，总是不离开我，我很清楚这种情况，这算不算是一种福气呢？大师，您吩咐我跟随大众，要做些什么工作呢？”五祖回答道：“你这个粗人倒也挺能说，暂时别多说废话，就安排你去草场工作吧。”我走出法堂时，不知道草场在哪里，有一位值班的出家人便派人带我去草场的磨坊，让我负责舂米的工作，于是开始了8个多月的工作。一天，五祖经过我工作的地方，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你的见解很有意思，但可能有人会误解或嫉妒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我答道：“学生大致明白大师的意思，因此一直没有去法堂听讲，相信大家对我也不会有所介怀。”有一天，五祖召集了寺中所有的学生，要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对大家说：“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死问题，你们整天只是追求幸福，却没有决心要摆脱生死的痛苦，忘记了佛教的初衷，即使得到很大的福报，也无法解脱生死的轮回。你们每个人都先回去，好好反省自己的内心，从内心中不执着的智慧出发，各自写一首寄语给我看。若是明白大道的人，我就会传授给他祖师的衣钵法物，成为禅宗第6代祖师。速度要快，不能拖延，用心去感悟，而不是空谈。真正明白的人，在言辞中必定能表达出来，即使在生死危机面前，也能畅所欲言。这在众人方面，原本都是有平等机会呈现法义的好机遇，但因为妄想执着，竟然彼此传达：“我们别费心思了，写诗给老和尚看有何用呢？”
神秀长老现在是我们的教师，六祖的位置一定是他的。就算有人写出诗来，只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而已。由于众人意志漏烈，竟然放弃了竞争祖位的心思，并且说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依赖神秀老师的指导就好了，不需要自找麻烦去写诗了。那时神秀学长也在内心思索，大众现在都不打算成诗，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，那我就必须写诗呈上给和尚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和尚又怎么知道我内心的见解深浅呢？我成诗的本意是好的，如果是为了争取祖位就不好，就像凡夫夺取圣位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不成诗，到底也不能得到身份的证明，这件事实在是难呢。在五祖的堂前有一条3段长的步行长廊，本来是准备供奉卢真的，用来画楞伽经的图画以及五祖的血脉图，传承给后人供养。当神秀的诗诵完成后，多次想呈上给五祖，每次来到堂前，心中就迷茫，汗如雨下。前后经过4天，共13次都是一样，结果仍然没有呈上诗诵。于是又想，不如就在长廊墙壁上书写，如果和尚看见满意，就出来表扬，说是神秀所作。如果说不行，那真是白白住了这么多年的寺庙，虚耗了别人的尊重，更谈不上修行学道了。主意已定，就在那个晚上午夜时分，趁着没有人发觉，亲自拿灯写诗，写在南段长廊的墙壁上，表达自己的心得和见解。诗说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神秀写完诗后便回到房间，这件事无人知晓。同时他又想，如果明天五祖见了诗喜欢的话，那就是我和佛法有缘；反之就是我愚痴，业障深重，不能得到法药。于是在房中胡思乱想，坐卧不宁，直到天亮。五祖早就明白神秀还没有入门，还没有开悟。天亮后就叫卢真来，在南廊墙壁上绘制楞伽图像。五祖和卢真走到南廊时，就看到了墙上的诗。五祖对卢真说：这次麻烦你来供奉绘制楞伽图像，但我已经改变主意了。经典中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现在保存墙上的诗，让人们读诵和持诵，按此修学实践，可以避免堕入恶道，是很有益处的。然后让大家都焚香礼拜，背诵诗歌，不久之后一定会开悟的。大家都很高兴地诵读诗歌，一致称赞说：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晚上3更时分，五祖叫神秀进入方丈室，问道：这诗是你写的吗？神秀说：是的，我不敢妄求祖位，希望和尚慈悲，看看后学是否有些智慧。五祖说：你写的诗没有理解本来的面目，还在门外，没有入门，这种见解希求无上觉悟，实在是达不到的。要明白无上觉悟，必须在言语中认识到自己的本性，明白本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本质，在任何时候都清楚明了，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疑惑，一切都是真理，宇宙万物自体都是真实不变的，能够这样认识，才是无上觉悟的本质真实了。你回去好好休息1-2天，再写一首诗给我看，如果这首诗能够入门，我就传授衣钵给你。神秀行礼后离去，过了几天，仍然无法写出诗来，心里迷茫，精神不安，就像在梦中一样，心里很不愉快。再过了几天，一个小孩经过草场的磨坊，口中哼唱神秀的诗。慧能听了之后，就知道诗的意义不明，虽然自己没有在寺中受到书面教育，但也理解了诗的大意。于是问小孩说：你背诵的是谁的诗？小孩说：你这个大叔，大概是不知道吧。五祖说：世间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死问题，如果希望得到传授衣钵的，就写诗表示；明白大道的，就传授衣钵为第6祖。神秀老师在南廊墙上写了一首无相的诗，五祖命人读诵，依照诗来修行，可以免于堕入恶道，有很大的好处。慧能说：那我也要读诵，结下来生的缘分。小兄弟，我在这磨坊舂米的工作已经8个多月了，从未到过寺中其他地方，希望小兄弟带我去南廊师前礼拜。小孩便引领我到南廊师前夜里。慧能说：我对文字不甚了解，请小兄弟给我读一遍吧。这时恰巧有一位江州官员名叫张日用，
来到寺中观光。他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于是高声朗读了这首寄颂。慧能听得清楚了，于是表示自己也有一首寄颂，希望张日用能帮忙书写。张日用说：“你也会做寄颂啊，这可真是难得呢。”慧能对张日用说：“对于追求无上觉悟的人来说，不应该轻视初学者。最低贱的人也可能拥有最高的智慧，最高尚的人也可能缺乏意志和智慧。如果轻视他人，就会引发很多罪孽。”张日用说：“你念出你的寄颂来，我来帮你书写。如果你能获得祖位传承，请务必教导我，不要忘了这个承诺呀。”寄颂说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当张日用代为书写寄颂时，寺中的同修们也围过来凑热闹。当寄颂写完后，大家无不感到惊奇，互相议论着：“真是奇迹，真是不可轻视外表啊！我们这半年来一直在与菩萨同住呢。”五祖看到当时的情况，担心慧能会受到众人的伤害，于是脱下鞋子，抹掉了寄颂，说：“还没有真正明白。”因为这是五祖说的话，大家只能服从并离去。第二天，五祖静静地走到草场的磨坊，慧能仍然背负着石头在舂米。五祖说：“追求真理的人，为了佛法，是否应该这样呢？”接着又说：“你冲好了吗？”慧能说：“你早就冲好了，还需要筛选。”五祖用手杖敲打了冲臼3次后离开。慧能理解了五祖的深意，于是在午夜时分来到五祖的房间。五祖遮住他人的视线，开始诵读《金刚经》。当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慧能立即觉悟，明白了万法不离自性。他对五祖说：“我怎么能知道自性本来清净？怎么能知道自性不生不灭？怎么能知道自性完满无缺？怎么能知道自性不动摇？怎么能知道自性能够产生一切法呢？”五祖知道他已经开悟，赞叹道：“不了解自性，修行是没有用的。若能认知自心，看到本性，就是大丈夫，天人师佛。”我在那个深夜接受了五祖的传承和衣钵法要。他同时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已经是第6代祖，要好好保持警惕，教化世人，将来传播佛法，切莫断绝。”接着他说着寄颂：“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”五祖又说：“当初达摩大师来此之时，人们还未有信仰，因此传衣钵作为信物，代代相传。法是以心传心，令人自悟自解。自古以来，佛法都是以心传心。师父密授法要，衣钵是争夺的开始，但你最好不要再传下去。如果再传衣钵，可能会危及生命，必须迅速离去。我担心会有人伤害你。”慧能问：“去哪里呢？”五祖说：“遇到情况就停下，遇到机会就藏起来。”慧能说：“我原本是岭南人，从来不熟悉这里的山路，要离开江口，应该怎么走呢？”五祖说：“不必担心，我会送你去的。”于是我们一起走到九江岸边，我上了一艘小船，五祖便摇起橹离开了岸边。慧能说：“请和尚坐下，应该是我来摇橹的。”五祖说：“应该由我来送你。”慧能说：“以前虽然你渡我，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，应该由我自己来渡。渡的方式不同，渡的意义也不同。我生长在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地方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不准确，所以感谢师父的方便指导。今天我明白了，应该自己领悟自己的本性。”五祖说：“对的，对的，佛法由你来传扬，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。我3年后将离开尘世，你必须及时离去，否则可能会有人伤害你。”慧能告别了五祖，向南行去。2个月后到达大庾岭，随后来了数百人，都是为了争夺衣钵而来的。其中一位僧人名叫陈慧明，过去是4品将军，性格粗鲁，一心想要第一个找到我。他跑在众人前面，很快就赶了上来。我藏在草丛中，把衣钵放在石头上。慧明刚好赶到，看到石头上的衣钵，便立即拿起来，但却无法移动。六祖说：“这件衣钵只是一个象征，是可以争夺的吗？”慧明说：“修行人，请你出来。我是为了明白佛法的真谛而来，不是为了衣钵而来。”我于是从草丛中出来，盘膝坐在石头上。慧明走过来行礼说：“希望修行者能为我讲解佛法的要义。”六祖说：“
既然你是为了法而来，那么就要放下一切身外的执着，一念都不升起。我来为你解说。慧明安静下来，静坐了一段时间。六祖说，在这一瞬间，善恶之心都不升起，那个才是你慧明的本来面目。慧明因此开悟了，然后问道，除了你刚才所说的隐藏的意义外，还有更深的含义吗？六祖说，对你来说，我刚才所说的已经不再是隐秘的了，只要你反思本心，隐秘就在你眼前。慧明说，虽然我身处黄梅，但实际上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今天得到了指示，真是如饮水般清凉。修行者，你是我的老师。六祖说，既然你已经明白了，我和你都是黄梅大师的学生，今后各自珍重吧。慧明再问，未来我应该去哪里？六祖说，留在元州可以，遇到蒙山就可安居。慧能后来来到曹溪，遇到恶人寻来追杀，便逃到四会县，和一位猎人一起生活，有15年的时光，常常为猎人说法。猎人多次嘱咐他守网，他每次见到生命被困都放走。吃饭时把蔬菜放在煮肉的锅边。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喜欢吃肉味的蔬菜。有一天他独自思考，我不能一辈子逃避，应该找个机会出去弘法。于是离开四会县，到了广州的法性寺，刚好遇到印宗法师讲涅盘经。会后有2个僧人争论风吹其动，一个说是风动，一个说是其动，他们争论不休。我随口说，不是风在动，也不是其在动，而是你们2个心在动。大家听了都感到惊讶。印宗法师出来请我坐到会中上座，提出深奥的问题，发现我的答案简明合理，不拘泥于文字。印宗说，修行者一定不凡，我听说黄梅法脉已经难转，难道你就是？六祖说，不敢当。大家一起行礼，请求看看所传衣钵。我拿出衣钵给大家看。印宗说，黄梅传法是怎么教导的？六祖说，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只是谈论见性，不涉及禅定和解脱。印宗问，为什么不涉及禅定和解脱呢？六祖说，禅定和解脱是相对的，不是佛法的本质，佛法是绝对的。印宗再问，佛法的绝对是怎样的？六祖说，涅盘经中不就阐述了佛性是绝对的吗？比如高贵德王菩萨问佛，犯4重戒，做5逆罪，成为一阐提等，是否已经断绝了善根和佛性呢？佛答，善根分2种，一种是常的，一种是无常的，佛性既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，所以不能断绝，因此称之为绝对。又一种是善，一种是恶，佛性既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所以也是绝对的。人们对于运和戒2法有所不同的理解，但智者明白他们的本性并无不同，本性相同即是绝对的佛性。印宗听了非常欣喜，称赞说，我讲经如同石瓦片，你讲义理如同真金一般。于是他帮我剃度，愿意成为我的弟子。从此我在广州的光孝寺，坐在只要3藏种下的千年菩提树下，弘扬五祖的教诲。慧能在黄梅悟道后，经历了种种辛苦，生命如同悬丝。今日能与正要、僧侣和世人同在一处法会，都是累世之缘，与过去供养诸佛的善因有关，才有机缘听闻如上师所说的法义。教化的智慧传承自古圣者，不是出自我个人的智慧，希望大家能够倾听，净化心灵，摆脱疑惑，如同过去的圣贤一般。当时的听众听了六祖关于修行的经历，无不欢喜地行礼离去。